南台湾的高雄有没有可能会变天哦？柯志恩透露一些小故事，看起来有机会哦。他在上我的节目的时候，特别有描述说，过去啊哦，因为你知道绿的在高雄真的是扎根太久了哈、哦，有一个初选没有过的候选人，讲这个民进党的某个候选人哦，因为他最后是没有出现嘛，他就去借看板，屋主怎么讲？跨麦啦，够跨麦啦。后来他就付钱哦，把这个他的看板挂上去。他告诉大家，意思是在高雄这个地方，你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挂上去哦。哦，屋主有些就是不给国民党挂啦。哦，现在感觉有松动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大科可不可以去应付大赖？这个小赖就由小科来应付就可以。这个康张波赶快，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打掉新潮流。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可以来共同的努力。我想我们应该是蓝白要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好，柯志恩是屏东人哦，南部人。他说这一场选战不是他跟赖瑞荣的个人对决，是跟背后的新潮流。更精准的讲，可能是跟赖总统的对决哦。你看他在过年期间不断的到菜市场去啊，拜票。这过年前，可是在过年期间也是都去拜庙哦。这个走得非常勤，是有机会的。来，委员，我认为，志恩姐其实是在高雄算是一个蛮非典型的候选人，因为高雄一般来讲的话比较土性一点，比较比较接地气。但是志恩姐她是在高雄时间也久了，那她的确也获得当地人的信任。据我所知，高雄帮全部的已经变成铁板一块，蓝军已经变铁板一块，所以一个整合的蓝营遇到现在初选结束之后，似乎还没有完全整合的绿营。那再加上说，老实讲，一个地方做久了，你的政策一个政策做久了，这个系统不会一成不变，一定是会有问题的。那高雄从陈局开始一直在光荣高雄，一直在去做这些城市方面的这些美化，但是事实上来讲，有很多基础建设是没有做到的，所以导致说，当韩国瑜当初说灯亮路平水沟清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让人家印象很深刻。那后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又知道像垃圾山啦，像一堆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高雄不是没有机会转变。那高雄除了我听有一个长辈讲说，高雄除了硬体之外，其实软体也需要再度发展。也就是说，如何变成一个文明城市，如何变成一个先进的城市，不单是只是硬体上面的加强，软体上面的跟进，软体上面的 upgrade， 也就是在教育文化上面如何把高雄变成另外一个 level，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那这一点刚好志恩姐长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她自己本身是大学教授，所以她已经开始。我刚刚看到志恩姐讲这样的话，我有点觉得莞尔一笑，因为志恩姐是个性相对比较拘谨，她会质询，她质询很犀利，但是她都是很正经的人，不会讲这种嘻嘻哈哈的话。但是她现在开始讲，表示说她已经开始融入高雄的那个氛围，所以说我会认为这次她是很有机会的，尤其是说当一个城市不能只是一天到晚只是在看所谓的所以是看烟火，看大建设。那在内容如何把这个城市再去做更深度的治理，我觉得这个会是高雄未来他们市民的选择很重要的一块。对，我们看赖瑞荣，其实他相对知名度也没那么高哦，所以其实，在绿营的部分，很多支持者也担心，很多人觉得他面目模糊，就很难辨认啦哦，他的个性也比较不明显，所以我们看到赖瑞荣最近都在做什么？小鸭爸爸哦，为什么？因为过去他曾经很成功的办的这个黄色小鸭的事情，他好像这个事情是被人家印象比较深刻啦，哦，其他印象就比较模糊啦。老实讲，那还办了这个超人力霸王，希望能够更贴近年轻族群，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不过你看到苦苓哦，他是这个绿营支持者。通常他的发言是这样子哦，那他就讲说高雄可能会翻盘哦，由他来讲可能比较有指标性的意义。他说，他认为哦，这个就是我刚刚说赖瑞荣可能在一般民众上头哦，他的形象模糊，知名度也不足，所以他认为陈其迈的政绩没有办法有效转移到他的身上哦，所以高雄有可能失守哦，这是苦苓哦他讲出来的。有没有可能变成赖总统的破口啊？哦，非赖联盟喊打下高雄哦。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这是2022年那一次高雄市市长
选举的封关民调，柯志恩这个在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是输给这个包括陈其迈非常多，自由时报也很多也这个输蛮多的。可是选举结果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民调有可能你现在看到的高不是高，你现在看到的低也不是低。我个人真的觉得柯志恩委员这次在高雄翻盘是很有机会的。2个原因来分析，第一个原因是柯志恩委员这回不再是空降去选高雄市市长，他2022已经选过，而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高雄扎根跟经营，这个是国民党以前长期一直没有人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其实除了韩国瑜院长之外，长时间无法拿回高雄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主因啊，因为没有在地溃靠某港，他就是没有办法跟在地融入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柯志恩委员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高雄。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刚刚很多人讲了，说什么赖瑞隆什么知名度不足什么等等的，我个人总结啦，我觉得他政治明星光环不够啦。选个立法委员也许 OK， 在地方上可能打拼 OK， 但是当选到市长层级之后，我就讲难听一点，或讲白一点，邱意莹的知名度、林岱樺的知名度，就算是黄捷的知名度，我相信都是远远高过赖瑞隆委员的。就讲很白，就是如此。所以你说现在赖瑞隆委员当然知道他的状况，所以他来做什么超人力霸王啊，对，超人力霸王，对，马上就做一些比较柔和或者是可以让人家有记忆点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时候再来做来不来得及？尤其是不要忘记了，赖瑞隆之前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就是他的孩子疑似有霸凌的争议。所以你知道吗？这很好笑。这个新闻呢，我问过我一个同事，就说：“这个高雄他们这个小鸭爸爸，对小鸭爸爸，对小鸭爸爸。”我说：“你怎么看小鸭爸爸？”他说：“这个是要讽刺他的孩子是霸凌，是不是阿爸对不对？”我说：“不是啊，这是小鸭爸爸，因为他的政绩啊，就表示对于一般人，也许不是高雄人啦，他们对于赖瑞隆印象。”之前那个霸凌事件真的是新闻太大了，真的太大了，而且他后续的公关处理方法太糟糕，包括说他家人到学校去的态度，跟对方受害者讨论的态度等等，其实是一个公关惨剧。而现在因为离近选举非常的近了，是民众现在最大的记忆点都是他曾经有家庭的一些状况，包括一些教育的状况。所以你说赖荣现在想要打一些比较清新的，不管是超人力霸王还是这些黄色小鸭等等，是否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扭转民众对他的印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所以在这种民党不利的情况之下，而国民党花时间深耕的情况之下，接下来我就讲了，不管是台中、新北、台北、桃园、基隆。国民党赶快把人选提出来，连线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北部都已经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靠外扩效应。你说接下来蒋万安市长会不会到南部帮柯志恩委员辅选？你说台中市长假设不管是江启臣委员或杨琼英委员也罢，会不会到南部去帮柯志恩，甚至还有台南的谢龙介委员选举？我觉得会。所以现在我觉得柯志恩委员还是处于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因为属于单打独斗。所以拜托国民党党中央尽快的把各县市6都的市长提名人都确定好之后，用连线的方式直接把火力声势拉到南台湾，对国民党的选举才是有利的。拉到最满啊！来，杨明。我想高雄这个刚刚讲到这种看板的效应其实是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基层庄脚对柯志恩他第一个他没有恶感，第二个是他对这场选战的结果没有说民进党稳赢。就是说这种传统绿营的支持者，如果今天比如说假设啦，我是说假设当初陈其迈在选的过程里面，如果他把看板给了对陈其迈的对手，开玩笑，绿营的一定说，这个不会过会过的所以当他今天他明明原本的看板是给绿营，他愿意提供给柯志恩，那某种程度一个叫做。这个是对赖瑞隆当然是一个警讯，什么样的警讯？就是说他们绿营内部的团结还没有100%，就他们内部还有人觉得，如果是赖瑞隆选，让他自己决定就好，自己处理，他也没来求我们，我们就放着。甚至用这种看板的变化，让赖瑞隆警觉到，装被拔的那种感觉，当然不见得是真的，只有挂个看板，也不见得是真的是支持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对柯志恩来讲就是一个机会。毕竟柯志恩或者说国民党在这个2018这个韩国瑜大胜，结果被罢免之后，他从所谓的国民党是从谷底爬起。那现在柯志恩上一次已经40%的选票，那这一次对上的又是赖瑞隆，赖瑞隆相对来讲
他的我必须说，他从政的资历没有陈其迈那么深啦，他的爆发力也没有陈其迈那么强，他的整个的渊源都是以这个高雄旧市区跟陈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渊源。那我想，对柯志恩来讲，确实是应该说在野阵营有拼的一次的机会。我很快讲哈2件事情，在市政上基本上也到了全面检讨的时刻。去年高雄市审计处很明白讲，市运的主场馆18场只收不到1000万，可是维护每天的费用快要5000万，那这个市民其实看得很清楚。第二个呢，接着杨明的讲，就高雄县区啊，就我的了解，确实有一些农渔会跟工会的系统，张开双臂，透过中间的好朋友欢迎柯志恩委员来访。这个是在民进党初选前不会有的状况。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这个大白话就是说，有一些原本不支持赖瑞隆委员的初选的时候的这个绿系统的庄脚，基本上现在是采开放态度，欢迎大家来访。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来聊聊。对，这个我觉得就像刚刚讲那个看板的那个意向，好，尤其是古管估了，就高雄县区的很多农渔会跟工会系统是张开双臂欢迎柯志恩委员。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台南民进党虽然已经提名了陈亭妃，可是街头怎么出现这个林俊宪跟议长邱丽丽两个人合挂这么台南最好这么大的一个看板哈？所以外界说啊，今嘛要换妃了，有可能换吗？陈亭妃是说不可能啦，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在民进党发生。我也很难想象，如果真的换的话，这个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真的想太多了哈，台南的整合绝对没有问题哈。初选它是一个阶段，到了大选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大家同心协力能够赢得2026，所以这都是国民党的见缝插针，蓝营的见缝插针。我想这一块看板已经是在初选前很早之前了，并不是现在，所以我们觉得说国民党就拿着一个点拍了一个照片，就不断的在见缝插针，大可不必。我们呼吁国民党专心选举比较重要。王世坚也讲说不可能换妃啦，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啦他说如果依照林俊宪的品德操守，一定会愿赌服输，而且赖清德他特别讲，赖清德一定会亲自去助选陈亭妃，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赖总统什么时候会去台南牵起陈亭妃的手，就动算，大家都还在等待。来。我觉得民进党最宝贵的价值，当然就是我们的民主初选的这个制度所以现在初选的制度都已经游戏规则都已经定好，而且结果已经出来，绝对不可能有所谓突然换人的这些见缝插针的言论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笃定，就是团结一致，不管是6都的哪一个县市都是一样。这些初选过程的风风雨雨，其实在民进党里面都非常的常见，但是选后大家都会团结一致但是现在外界当然很希望能够让民进党内乱啊等等，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都非常的这个坚定的，因为毕竟民进党的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陈亭妃也非常的有信心，那王世坚他更是认为说，我们郡县委员他的在台南的这个品德操守这么好，对不对？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何能够让外界觉得说我们是真的团结，然后真的能够齐心协力，不管是市长或是议员都能够一起当选，这个才是大家最关注，不是只是市长当选而已，你还要有更多的议员席次，你的市长才有办法施政嘛。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直在讲换妃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王宏威有回应，他说不是我们蓝营在见缝插针，也不是媒体见缝插针，你飞线如果没有缝，这个针怎么插进去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媒体有这样子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有分析的有一些事实的分析，包括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因为现实上面赖清德跟陈亭妃就是梁子结很大啦，赖清德就是讨厌陈亭妃啦，这个大家都知道，路人皆知。另外，台南议长邱丽丽
他还叫这个陈亭妃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要跟欧宾呢，要跟郭信良切割。后来陈亭妃不是没有签嘛，给他下叉子，给他这个羞辱。简单讲是这样。那另外呢，潜在的威胁是谢龙介，因为谢龙介上一次跟黄伟哲来选的时候，两个人只差5万票哦，不到哦。如果谢龙介把握陈亭妃跟党内失和，也就是说绿营没有完完全全整合完毕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的确啊，那换这个林俊宪来啊，可能绿营有整合啊，所以你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分析，并不是完完全全不可能。陈亭妃的胞妹陈怡贞最近都帮姐姐助选，那她也宣布不连任议员，那未来要怎么走？直接选立法委员吗？还是会进小内阁？我们现在看到陈亭妃是说没有要进小内阁，她妹妹不会来台南市。如果她当选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上一次2022年台南市长选举的封关民调，美丽岛电子报黄伟哲拿到61%，谢龙介只有15%，多么可怕的碾压！汇流的民调是55%对上19.4%，也差很多。这个蓝绿的民调都是这样子显示，可是结果显示两个人才差不到5%，来，阳明。其实我们讲这种地盘哦，像比如说林俊宪的看板，为什么他不会这个初选过后就让给陈亭妃来挂一个我跟陈亭妃合体？为什么要跟邱丽丽合体？就是这个叫地盘啊，就是选举就是看地盘呐。那你要我的地盘支持你，所以刚刚那个影片里面播陈亭妃说我们团结没问题啊，其实是有问题啦，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对陈亭妃来讲，第一个，她的妹妹的状况，一个就是我们讲彰化国民党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嘛。如果你姐姐要选县长，你弟弟要当议长，这个在地方就会引发争议。好，那当你陈亭妃要选市长是确定的，你妹妹当议员，连当议员都不行，都不适合。你家族你怎样互相质询，这很奇怪。可是呢，他这个词又变成说，其实地方的盛传是这样，那就叫做陈亭妃的地盘，我也不要让民进党的别人来占。所以他妹妹可能，比如说，如果陈亭妃选上这个区域的立委补选，他妹妹可能就会参与了。所以对于我说，目前看起来就是，即便初选过了，但是林俊宪也好，陈亭妃也罢，两个的整合是零啦。他们是零进度，是零啦。那这个对台南就是说谢龙介来讲是不是一个机会？我认为老实说难度还是很高，因为即便绿营的这种所谓的两个选将不整合，陈亭妃他还是有把握他会赢，我觉得他实力很坚强的，他还是很强啦。那所以对谢龙介来讲，重点在于说这种基层，因为那个是基层的庄脚的概念，因为你总不可能，因为林俊宪也不可能说嘴巴讲说我们不要支持陈亭妃，不可能啊，他不可能讲出这种话啦。所以我说，对于台南，如果今天陈亭妃他要，当然还有一段时间，他能够让不只是赖清德愿意站在他身旁，如果连林俊宪都愿意牵着他的手喊动算，那个陈亭妃才叫成功啦。可能含泪吧。我想含泪。补充几个点，很妙哦。还记得今年1月15号，陈亭妃在那个市长这个初选结束获胜之后，他直接怎么跟大家讲？他在脸书发表感言，说他感谢林俊宪第一时间的相挺，还说我们已经通上电话，相约在立法院当面请益，现在好像很棒破冰了。结果隔天问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的回复是说谁要拜访我啊？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没有人通知他要拜访他，这已经很奇怪了。然后一拖到现在过了1个月，刚刚不讲了吗？邱丽丽跟林俊宪的看板还挂在上面，他上面写台南最好。然后林俊宪委员上个礼拜还带了19位挺宪派的议员去登记，然后重点是他说他叫做什么？台南队长。我以往看到各县市敢称队长的，要么是县市首长本身，要么就是想要参选县市首长的人。一个初选落败的人称他自己是台南队长，那请问一下，陈亭妃是什么？队长的队长，还是啦啦队队长？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讲法，代表林俊宪委员到现在是完全不给陈亭妃委员面子，到现在都还不给啊。所以表示他们的和解完全就是失败的，破冰也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谢龙介委员如果认真打拼的话，其实台南翻盘的机会不一定会比高雄低啊。有机会。我觉得这个具体而为展现在台南市就是一语道破只有新潮流的赢才叫赢，新调流那波赢别人不会再赢。那这个对在野党残忍，已经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都知道了。但是你在陈亭妃委员身上你就看到，
如果不是新潮流赢，大概现状就长得像陈亭妃委员这样。好，前几天也是算了我们的这个前辈吴坤玉，好，吴大哥一篇。好，你想想高市早苗，你又继续要当南市清德，你怎么会是高市早苗？也就是说，政治人物的心胸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在圈子这么久，都知道，光从邱丽丽那个动作，议长选举当然是尊重市议会党团，但是都不用问市长吗？都不用吗？杨敏讲的没有错啊，陈亭妃现在是赢的人，他展现了我干嘛也就林来啊，他总是说啊，大家要一起，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啊，就新条例都不爱和你啊。好，那有阴谋论会觉得说，这个如果陈亭妃顺利选上，那新潮流要等8年。正常要等8年，可是如果是谢龙介，我是谢龙介选上啊，然后梁盖先又说他只干4年，所以搞不好林俊宪只要等4年，好，青春年华还没有老去，好，所以我觉得啦，现在台南的问题啊，反而是很有趣，它是全国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对，明明赖清德总统可以展现他的雍容大度，他可以拥抱他在党内的这个不一样的声音，可是却让人家，我再把几乎空还没拖汤，我相信王世坚委员也真的快昏倒，在中执会上面有新潮流的中执委讲说，这个有蓝白介入，气得我们台南市长包括你多举例吧，就看到台湾民众党介入这个台南的初选，然后更让人家讶异的是赖清德总统兼党主席，既然在中执会才是我心中有数。哦，这是真的吗？对啊，这是真的啊。他既然在中执会上面讲，我心中有数，你讲个提名彩带讲挂起，结果我头讲啊，人给你导讲迄蓝白界选，伊讲我心中有数，他那个心中有数的感觉，就像那一次叫一排有没有？叫一排站起来，你那个啊站起来，你家己什么会有偌多？好，所以我不讲粗话，嘿，我知，不是吧？你都已经当到总统了，你就兼党主席。这个地方还是你曾经当过，他中间去当院长，他当了6年市长的地方。对。然后你现在用心中有数来看陈亭妃，我觉得陈亭妃很可怜呢。他现在忍辱负重。而且就我的了解，我侧面了解，听说进去议会党团拜访的时候，拿出那一张的时候，陈亭妃委员还劝议长说，咱这张底下公共的是不是会当卖提出来？结果出来还是拿出来啊。他已经忍成那个样子，说我也在卖推出来，对大家拢好，不会插你啊，都给你准落去，怎么会是这样呢？对同志也是很残忍。是啊，来，我认为还是那句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啊。老实说，这个陈亭妃委员，如果说一切照理这种顺理成章的话，他要当上台南市长时间应该是8年前，不是现在。所以说我在立法院这样刚好快2年了，刚好2年整了。那我都看到台南帮的委员们，就只有陈亭妃委员一个在旁边，他被排挤哦，很明显嘛，因为你郭国文，然后所有人都排挤他，所以就很明显是说，如果要把那现在他初选赢了，你要说让这些人去挺他，那只有老大讲的话才会算啊。那老大是谁？当然不是林俊宪啊。林俊宪说啊，好，我愿意，他们不会愿意的嘛。所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国政所有的问题，现在所有之间所有之间的难题，其实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就赖清德。而赖清德愿不愿意说，不要讲放下身段，就是愿意说好，我们放开心胸，坐下来聊一聊，为了大局好，为了大家好。我觉得到目前2年来讲，我就看到的机会不太大，不太。